大家好，我是张大哥。大哥已经把这部 W116的350 SEL 已经完修了。我们看到这个喷油盘看起来很新，因为大哥已经拆下来全新整理过了。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完修的引擎测试。好，大哥到车子里面来，我们来做冷车的第一次发动。OK， 好，大哥来做冷车的第一次发动。好，发动了。我们现在到外面来看看它冷车的时候的数据。我们要看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是重点哈。这东西是它的冷车加热阀，就是加热阀。我们现在看的加热阀大概是在 2.5 公斤左右。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加热阀主要是在作为冷车加冷的动作。等一下我们看到冷车发动以后，它这个会从 2.5 公斤慢慢升到大概在4公斤左右。那我们看到目前大哥接的这个是它的转速表，因为这个1979年的 W116 它是没有转速表的，所以它现在冷车是会提速。那冷车提速的功能呢，事实上是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冷车提速器。它是很机械式的，利用温度来开启它里面的阀门，使得它的冷速作为冷车的提速功能。那这个跟 W116 或者是 W123 或者 W107，在1985年，应该讲严格讲起来，应该在1983年之前它都有这个，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没有电脑。我们现在看到它现在怠速在900多，等一下温度到了以后，它就会慢慢的降低，是因为这个冷车提速器在作用的关系。它的英文名称叫做空气辅助阀门 AAC Air Auxiliary 辅助的 Valve AAV， 这叫 AAV。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泄油压力已经从刚刚的2点多，从刚刚的2点多，现在已经提升大概到4公斤左右了。这代表是它冷车提速的功能是在作动。那到了这个温度之后呢，它就不会再泄油压力不会再提升了，也就是说，它就达到一个热车完成的功能。那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看到这个怠速的转速，它也会慢慢恢复到大概800转的这个功能这个转速。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在从冷车发动到现在，约莫经过了应该有2-3分钟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泄油压力，它现在已经从 2.5 公斤左右，现在爬升大概在4公斤左右它不会再爬升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冷车完成的压力。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加热阀我们看到是这个加热阀，它在做冷车加冷的动作，然后配合这个冷车的辅助阀门来提速跟加浓的功能。然后我们就看看刚刚从900多的转速，现在已经降到800多了。这个就是代表这部车最珍贵的地方。老车还能够有冷车加浓的功能跟冷车提速的功能，因为
这部车的冷车提速的功能，大哥有拆下来，我们有看到这下面有红红的哦，这个胶，因为大哥有拆下来调整，然后整修啊，因为老车之后都被它的那个活塞都被卡死了，那所以说大哥有刚刚看到它有红红的这个爬垫胶，大哥拆下来整修啊，确定它动作正常。好，那我们才装上去，才会有转速，能够从900多，发动900多，到现在的800多，那个冷车降冷的功能也动作正常。我们来，大哥把这个含氧量的表，大哥把它打开，我们来看看它目前的含氧量的状况。好，那这个呢？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它的泄油压力，它的泄油压力表，这是它的泄油压力表。不过以这个泄油压力1.2公斤，大哥觉得它的流量是很明显的不足，也就是说，汽油帮浦打过来的油，流量是不足的。这个应该是要更换比较好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下面的小数字只有1.2的话，代表它的从回油管从这个回油管流出来的流量是不足的，回油管流出去的流量是不足的。这个大哥，如果数字如果没有改善，大哥就又一定要应该要更换汽油帮浦了。大哥现在把这个含氧量这个表，大哥把这个管子把它接好。我们来看它含氧量的状况。那这部车子还有一些状况，大哥要排除的，就是说，它的水温表，它水温表并没有提升，它水温，我们来看看它的水温表，它并没有在做动，然后油量表也没有做动。那油量表，这个还要大哥再来花一点时间。还有看到这些很传统的这个风扇风量开关，可能大哥也要再来整理。还有看到，右后的电动窗的马达，大哥现在不敢开，因为它现在它会卡住，这个大哥还要再努力的要做的事情。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大灯的高度开关也需要维修，大灯的高度开关也需要维修。好，我们到车子前面去看一下。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含氧量大概在4.8，这成绩也相当漂亮。大哥的要求是在含氧量在5%以下这个含氧量当然是从排气管末端这边接过来的我们看到从排气管末端这边接过来的。那大哥的标准是含氧量，因为它这部车也没有 O2， 也没有含氧感知器，也没有触媒，所以说5%是大哥的标准因为它是1979年的，属于1990年的第一期的废气标准 ，CO 值要在4.5以内。那这个如果是4.8的话，转换成 CO 值应该会在1%左右，那是绝对是符合我们的废气标准。再来我们看到转速已经降下来，还是现在也更低了已经80，已经稳定了。那再来我们看到它的汽油帮浦状况不好，刚刚1点多，现在又到2.1，
气耳帮补大哥建议应该要换掉了，因为这气耳帮补事实上是没力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泄油压力，它还是维持在4公斤，它不会再动了。好，那大哥来试着做加油。这反应相当棒，因为它 V8 的哈，就感觉到，可能是不是因为车流摆它比较大，大哥在拉动的时候，他感觉上有那个嘶吼的那种感觉。虽然它的排气量只有3500cc， 但是 V8 的在大哥在拉动的时候，应该是这个V8 的分油盘它的喉嘴巴比较大，就在拉动的时候有听到那个嘶吼比较低沉的声音。OK， 转速现在又在800了哈，我们看得很清，从900多降下来。这部车最难得的地方，也就是大哥感到最骄傲的地方，就是它的冷车提速正常，那冷车降冷的功能也正常，所以这部车给大哥觉得最骄傲的就是这个地方是弄好的。好，我们再到车内我们再做一次热车启动看看。OK， 好，大哥关掉电门。好，现在大哥要红火，因为它的水温表现在不动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温度是多少。不过应该在以这种天气应该在80度了。OK， 好，大哥来作为热车发动。这启动半下它就启动了。因为这颗电池，大哥发现它这个电池相当棒的。启动能力也很好。它没有转速表，我们看不到转速。相当棒反应相当好，要多少给多少。OK， 我们再到前面来。好不容易这颗分油盘呢，因为它膜片破损，大哥等了好久，终于把它弄好了。